今天咱们再来做拼装 MD 的锋刃。之前咱们拼了一个原色版本，现在精涂色也出来了。板件的内容跟之前也差不多，但是这回的精涂版几乎每个零件上面都上了金属漆，亮亮的感觉，光泽度非常的不错。金色零件的处理，它这回有一点做得很好啊，是边缘这里上的金色，扣点位置和插损的位置这里都没有上漆。蓝色的零件也是外层的表面上的金属漆，翻过来里边这里没有上漆，这个就很好。红色亮闪闪的质感，黑色的零件表面也是这种亮亮的金属漆质感，而且上面还有预涂装的分色，亮闪闪的屁股带。另外就是这回精涂版会带2个底色的面甲，一个是白底，一个粉底，看个人的喜好去进行选择吧。此外，从这一层的装甲部分能看到，这里为啥有个金边儿？给我的感觉像是什么？它这个底漆的颜色，它不是银白色的，应该是金漆上边，然后又涂了一层金属色的红色，所以外装甲对着光看，这个颜色的反光度很好，亮闪闪的。作为一款精涂版的拼装玩具，板件的预涂效果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主要还是看一看这一回拼合以后的手感怎么样。尤其锋刃这个比较古老的设计啊，曾经在原版的时候就有一些扣点非常的难扣，我们在原色的时候感觉拼起来还舒服一些啊，就是看看这回的上了漆以后手感怎么样。A few moments later， 拼完了，整体的手感果然跟预想中的一样，因为上了漆以后有一些卡扣，包括它这转轴啊，尤其胯部这2个零件，卡的时候会使用大力金刚指，非常的难扣进去啊，也是感觉扣之前应该把那层漆皮稍微的打磨一下，会好扣很多。但是我又担心会把外边凸起来的这一块锁轴给打磨掉了，所以也是用热吹风吹了一下，才强行把它摁进去的，比之前的原色版本要难扣很多。之前咱们在玩这款原色版没有涂装的时候，我说这个扣合起来还挺舒适的，而且料子也是比起阿尔西来说稍微的柔韧了一些。各种扣合的位点，包括它的球关，装的时候都会很舒适。精涂版本主要还是在这些轴的地方，尤其有漆面的地方，这些轴它会有一些粘性，所以大家在扣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个精涂版本真的太漂亮了。原先我还说这个屁股带如果说稍微的抛光一下，亮闪闪的会很好看。看这回的屁股带，哇，直接出场就给你预涂了这种很闪亮的金属漆。最明显的还是腿部的这个红色装甲，因为底漆是一个金色，上面又上了红色的金属漆，所以比注塑的这个成型的红色要好看太多了。关节轴的位置也是更加的明显，上了金属漆以后，这个质感特别的高级，肯定是要比原先的这个糖稀一样的颜色看起来质感要强很多了。胸口涂装的对比，因为整个都是预涂的这种金属漆勾边的部分蓝色的条纹，亮闪闪的质感，正好也和这种金属色的贴纸有了一个很好的呼应。整个的头饰也是镀了金色上去的。这张脸我换成了新版本带的那张偏粉一点的脸庞，跟原色的这个白脸对比，其实是有一些色差的，看个人的喜好替换吧。背后的小翅膀也是因为全件的金属色，这个质感真的特别的棒。虽然说在拼装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大力金刚指，因为漆面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关节轴太紧了，拼装起来不太舒服，但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这个目前速组下来，亮闪闪的。也是因为原版设计比较古早的原因手肘、膝盖这些位置的单边轴特别的脆弱，尤其锋刃翅膀的这一块板件还特别的薄。这一次金属漆的版本更加的紧了之后，你在组装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包括在把玩的过程中也要小心这些轴适当的施力不然的话这一块的结构很容易悲剧，这个是设计的根源问题了。但是就算这款这么的难拼，当你完成的时候，这个亮闪闪的质感，这个丰腴的屁股带天哪！而且相较于 MD 出的这3款精涂配色锋刃这一次我感觉会比之前的黑色版本阿尔西
晶图的内容上面会更加丰富一些，再加上金色底漆的这个效果，让红色更加的艳丽，金属色的这些关节又让这款更具诱惑力，所以这两款在质感上面可以说是显而易见。哇，真的这个太亮了，太好看了。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们提到，哎呀，为什么你每次摆这么骚气的动作，这么小的脚它还能稳定的站立？我只能说，朋友，这就是白学。臀与颜意义明确的特写，你要明白你的重点在哪里，这一款产品的重心在哪里，如何调整它的掰姿是一门学问，如何突出你喜欢的那个点更是一门学问。那么这期咱们就到这儿吧，下课。